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恶人披羊皮，好人不长命；人生之路大结局无一圆满，让人意难平。最近哪部电视剧最火？答案无疑是央视刚刚落幕的《人生之路》。这部剧在播出时14天登顶黄金时段收视第一，收官日的收视峰值更是破3，高达3.17%。和很多看了第一集就知道大结局的剧不同，《人生之路》的剧情可以说是十分曲折。在大家以为高嘉林会顺利考上大学时，她被高双星给冒名顶替了。当大家都默认高嘉林和刘巧珍是一对时，他却抛弃了巧珍，选择了黄亚萍。当所有人都开始真心祝福刘巧珍和马栓夫妇时，马栓又出车祸去世了。每一次转折都让人猝不及防，却也让人对剧中主角最后的结局牵肠挂肚，这也是该剧收视率一路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而看过结局的人都知道，主角们的结局可以说是无一完满，令人叹息。但这样的不完满却早已注定，因为一切早就有迹可循。1. 刘巧珍未来可期，但成寡妇。如果按照世俗的眼光来评判刘巧珍的经历，那么她无疑是不幸的。年轻时对高嘉林一往情深，却惨遭抛弃；和马栓的感情日渐深厚的时候，马栓却出车祸意外死亡；食堂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，却因为妹妹贪小便宜买了劣质油而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，被迫将食堂转让。但刘巧珍虽然惨，却不会让人替她感到绝望，相反，观众都相信她一定能度过难关，东山再起，因为她的性格注定了她的前途一片光明。刘巧珍这个角色是广大中国女性的象征，她们平庸却坚韧不屈，不管生活再难再苦，他们也能咬牙挺住。被高嘉林抛弃后，她绝食了一段时间后，就想明白了最适合自己的是马栓，然后嫁给马栓后就不再伤春悲秋，而是一心一意和丈夫过起了日子。去上海打工，面对别人口中不好相处的富阿婆，她尽心尽力的伺候，最终用真诚打动了富阿婆，甚至得到了富阿婆的遗产捐赠。食堂被迫转让后，他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从中吸取经验，决定自己开办食品公司。刘巧珍的身上有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、随遇而安的美好品质，这样的人永远未来可期。李沁在饰演这个角色时也是可圈可点，一出场她一个下车的姿势就把人物干练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个动作也是李沁为刘巧珍专门设计的，完全把握住了角色的性格特征。未出阁前的刘巧珍是风风火火的，透着一股傻大姐的劲，但遭遇了被高嘉林抛弃后，她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，变得沉稳许多。不变的是她身上的干劲和冲劲。李沁演出了人物身上的变与不变，把巧珍这个角色塑造的立体又丰满。2. 高嘉林成知名作家，却终年单身。高嘉林虽然高考被顶替，但凭借着真才实学，还是收获了很多的机会，从山沟沟一路走向了大上海，最终成了知名作家。虽然事业上很成功，但高嘉林的感情生活却并不顺利。他拒绝了对自己一往情深的巧珍，选择了情投意合的黄亚萍。可两人因为各自事业分隔两地，也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。高嘉林人到中年还是孑然一身。高嘉林和黄亚萍最后没能在一起，其实也在情理之中。他们两个人虽然一个是作家，一个是舞者，看似感性，却是剧中坚定的现实主义者。高嘉林在确认了自己对黄亚萍的心意后，顶着被骂陈世美的压力，也要和黄亚萍分手。县里的工作被张克南的妈妈搅黄后，他又能忍痛和即将回上海的黄亚萍分手。在得知自己当年没能上大学是被高双星顶替后，
他无视对方几次三番的哀求，也不顾老乡情谊，坚决拿起法律的武器。一桩桩一件件都说明了高加林做事不会被世俗的情感所束缚。所以，当自己的事业和爱情面临两难选择的时候，高加林会选择事业而放弃爱情，也在意料之中。原著中的高加林称不上正派，很多读者都不太喜欢这个角色，觉得她就是现代版的陈世美。但在陈晓的演绎下，高加林并不那么令人讨厌。在抛弃巧珍选择黄亚萍的过程中，陈晓演出了和刘巧珍之间的话不投机，更演出了两个不合适的人在一起时的那种煎熬感。他和刘巧珍在一起时的强颜欢笑，让观众理解了他的选择。陈晓在表演上对高加林进行了2次创作，将很多书里没提及的内心活动外化，淡化了陈世美的形象，让人物更正面。3. 看似人畜无害，实际披着羊皮的高双星。因为高考冒名顶替，高双星偷走了高加林的人生，最终事情败露，他被取消了学历，被单位辞退。但编剧对于高双星这个人生小偷还是手下留情了，虽然失去了工作和社会地位，他的妻子却对他不离不弃，他最终也成功考取了教师证，回家乡当起了小学老师。表面上看，高考顶替事件被揭露是因为高双星父子去自首，但实际上却是怕刘巧玲的揭发不得已而为之。高双星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自私、虚伪的。当年他和高加林是最好朋友，在得知自己顶替了高加林的大学生名额时，他曾经想要告诉高加林真相，却被高明楼截胡，带回了家中。如果他真的觉得对不起高加林，2个人住在同一个村子，又岂是高明楼拦得住的？而在结婚以后，他也一直瞒着妻子，甚至在改名高双星后，只要妻子提起高加林这个旧名，他就会恼羞成怒。面对最好的兄弟、最亲密的妻子，高双星有很多的机会坦白，但他都忍住了，直到最后可能被揭发，他才迫不得已选择就范。王天辰在演绎高双星时，把人物塑造成了人畜无害的样子，这非常贴合高双星的真实人设的。表面上越是人畜无害，越能和他窃取高加林人生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，也就越发的让人觉得高双星的虚伪和可恶。所以恶人也不一定有恶人样，有时候披着羊皮的狼更让人觉得可怕。4. 好人不长命，最令观众叹息的马栓。马栓是整部剧里最无可挑剔的人物，却也是结局最惨的人物。他高考失利后曾嚎啕大哭，在认清事实后，他就认命地回家办起了窑厂。他喜欢巧珍，就不加掩饰地展开追求，哪怕被对方拒绝了，在得知对方被抛弃后，又再次上门提亲。他没有高加林有学问，不像高双星一样有一个当村长的爹，但他活得最踏实、最知足。他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收获了刘巧珍的真心，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可天意弄人，善良踏实的马栓却成了主角里唯一一个英年早逝的人物，真是好人不长命啊！乍一看，马栓的死很突然，但如果和其他主角的命运放在一起看，就能够体会到编剧的用意。人生之路就是要揭露世事无常，要告诉观众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。如果马栓不死，那么他和刘巧珍这2个踏实度日的人无疑会幸福地过完一辈子，那么就违背了编剧的初衷，所以他的死亡是意料之中的。很多人看剧的时候都很喜欢马栓，因为唐曾演活了一个踏实可靠的男人。他在《幸福到万家》饰演的王庆来是软弱、自私、知道窝里横，和马栓是截然相反的角色。当时大家都盼着和幸福能和王庆来离婚，现在却为马栓之死黯然神伤，足以证明唐曾将人物演得深入人心。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念念不忘的，大多数都是悲剧，因为只有留下遗憾，
才会让人牵肠挂肚。这或许也是编剧在创作《人生之路》时的想法，所以几位主角的结局都不完美，但正因为这份不完美，才让这部剧显得更加的深刻。每个人的人生之路都一定会有鲜花，也会有荆棘，会像高加林一样，因为别人的算计偏离原定的人生轨迹，会像刘巧珍一样一次次与幸福失之交臂，也会像高双星一样自作自受，到头来一无所有，只能重新来过。但他们都不曾因为不完满的人生而放弃，正相反，他们都在努力的生活。所以人生之路的结局看似不尽如人意，但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真实。